2025年6月5日，纽约证券交易所 Circle 以30亿美元发行价敲钟，随后开盘即飙升，股价最高触及300美元，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被华尔街称为加密金融的破局者。Circle shares higher after the crypto firm issued its first quarterly report as a public company. Total revenue growing 52% over the prior year. Joining us right now is Jeremy Allaire, co-founder. 然而好景不长，截至11月20日，这只曾经的明星股股价已跌回69美元，较峰值蒸发约76%，仅略高于发行价。矛盾的是，同期 USDT 的流通量从420亿暴涨至737亿，增幅达75%。Circle 第三季度的营收7.4亿，净利润2.14亿，同比分别激增66%和202%。业绩与股价的背离，合规巨头与市场遇冷的割裂，这背后到底是资本的凑盼，还是稳定币商业模式的致命缺陷？今天我们穿透数据的表象，带你拆解 Circle 的价值逻辑与投资迷局。稳定币市场的竞争本质是 USDC 和 USDT 的双重争霸。截至2025年11月，全球2400亿美元的稳定币市值中，Tether 发行的 USDT 已超1650亿美元，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 Circle 的 USDC 以737亿美元紧随其后，两者合计垄断87%的市场份额，以一超多强的固化格局垄断市场。但从增长动能看 ，USDT 净一年增速仅12%，而 USDC 同比暴涨90%。这种存量巨头与增量黑马的反差，正是稳定币行业的核心看点。两者的核心差异首先体现在储备资产这一个稳定币的根基上。Circle 对 USDC 的储备采取极致保守的策略，85%的期限是不超过90天的短期美债和回购协议，15%为现金及等价物，全部由贝莱德管理，与 Circle 自有资产严格隔离。更关键的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智同会计事务所每月出具审计报告，流通量与储备金1:1覆盖，可实时核查。而 USDT 的储备结构则更为多元，80%为现金、美债等低风险资产，但剩余的20%包含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甚至少量的加密货币。这种结构虽然能提升储备的收益，却埋下了种种隐患。2019年，纽约总监察长曾曝光其储备仅覆盖74%。2022年 ，Luna 崩盘时，又因商业票据流动性问题引发信任危机。尽管 Tether 近年来在优化储备，但审计仍由不知名的意大利机构完成。报告细节模糊，市场对其储备足额性的疑虑也从未消除。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两者的生态定位。USDT 凭借先发优势和低门槛，深耕加密交易所、P2P 支付等场景。在 Binance 等平台 ，USDT 的交易对占比超70%。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的 P2P 交易中，USDT 的渗透率达60%，成为普通用户的数字美元。而 USDC 则精准卡位合规与机构的赛道，与贝莱德合作推出代币化国债基金，接入 Visa、Mastercard 的支付网络，成为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行的链上结算工具。截至2025年 ，USDC 的机构客户超1800家 ，DeFi 生态锁仓量超126亿美元，是 USDT 的3倍。这种机构首选的定位，正是 Circle 能登陆纽交所的核心逻辑。总结来说 ，USDT 是自由市场的稳定币，靠规模和场景粘性维持霸权。USDC 是合规时代的稳定币，凭安全与透明强占增量市场。对投资者而言 ，USDT 的风险在于监管的不确定性，而 USDT 的潜力则取决于全球合规金融对加密资产的接纳速度。这也是 Circle 股价的核心逻辑之一。This afternoon, we take a giant step to cement the American dominance of global finance and crypto technology as we sign the landmark Genius Act into law. So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body. This is a big deal. 对 Circle 这类稳定币发行商而言，合规资质是比技术更核心的护城河。
而2025年正式生效的美国天才法案正是为 Circle 量身定制的合规护身符。这部法案并非偶然出台，而是美国为强占全球加密主导权，解决稳定币行业监管真空问题的关键之措。在此之前，稳定币发行仅受州级监管，像纽约州的 BitLicense 缺乏联邦层面的统一标准，导致 Meta 等科技巨头想发稳定币却无从下手。天才法案全文共23条，其中最核心的5条条款几乎每一条都在强化 Circle 的竞争优势。首先让我们来看第1条，发行主体准入制，明确将稳定币发行方限定为3类：1、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银行；2、联邦批准的非银行支付机构；3、州监管机构认证的实体。这直接将没有金融资质的科技公司排除在外。而 Circle 早在2015年就拿到了纽约州金融服务局的数字货币许可证，2024年又通过美联储审批成为联邦批准非银行支付机构，是首批符合准入要求的企业之一，相当于拿了美国市场的独家通行证。第2条，储备资产刚性要求更是为 USDC 而打造。法案规定，稳定币发行方的储备资产必须是100%的高流动性资产，且美债类资产需是93天内到期的短期国债、回购协议或国债 ETF， 现金及其等价物占比不低于 10%。而 Circle 早在2024年就完成了对 USDC 的储备优化，完全满足甚至超出法案的要求。反观 USDT， 其储备中的 20% 的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直接不符合高流动性的定义。都要符合天才法案的要求，需要大规模的抛售这类资产，这将导致其储备收益大幅下降。第3条，分级监管与美联储背书则彻底解决了机构资金对 USDC 的信任顾虑。法案规定，发行规模超100亿美元的稳定币需要接受美联储的直接监管，包括月度储备审计、流动性压力测试和风险准备金要求。USDC 当前737亿美金的流通量，正好处于这一监管层级。这看似是约束，实则是官方信用背书。对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投行而言，美联储监管意味着对 USDC 的风险与传统金融工具相当，从而敢于大规模介入。2025年 Q3， 华尔街机构持有的 USDC 规模环比增长 45%。达210亿美元，直接推动了 USDC 的流通量快速提升。第4条，实时赎回与透明度要求，进一步拉开了 USDC 与 USDT 的差距。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方需支持100美元起的实时赎回，且每月需由4大会计事务所出具包含资产明细的审计报告，报告需要在美联储官网公示。Circle 早已实现 USDC 的实时赎回，最低门槛100美元。每月由相关机构出具审计报告，细节精确到每类资产的具体金额和收益率。而 USDT 的最低赎回门槛是10万枚，也就是10万美元。审计由不知名的意大利机构完成，报告仅披露大类资产，无明细，完全不符合透明度要求。这意味着美国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若想要合规的使用稳定币， USDC 几乎是唯一的选择。第5条，跨部门协调与国际合规衔接，则为 Circle 的全球化布局铺路。法案规定，美国财政部需要与欧盟、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建立稳定币的合规互认机制。持有美国联邦牌照的发行方可直接申请对应国家的合规资质。这对 Circle 来说，意味着其凭借天才法案获得的资质，能快速转化为全球主要市场的准入资格，省去了重复申请牌照的时间和成本。2025年 Q3， Circle 正是凭借这一优势，快速获得了欧盟 MiCA 法规下的稳定币发行牌照，成为首家同时符合美国和欧盟合规要求的稳定币发行商。Really, the promise here is that we can take dollars, express them in a digital currency form, and make them work on the public internet in many of the same ways that we are able to use communications, media, information exchange, allowing for global, interoperable, and easy-to-use dollars. And I look at the Genius Act specifically as enshrining in law. 对竞争对手而言，
天才法案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合规壁垒。法案给予现有不符合要求的稳定币发行商18个月的整改期。USDT 发行方 Tether 若要符合要求，需要抛售大量的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这不仅会导致其储备收益下降，还可能引发这类资产的价格暴跌，形成抛售、价格下跌、储备不足的恶性循环。2025年 Q3 USDT 在美国市场的流通量已环比下降 8%， 而 USDC 同期增长 22%。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正是天才法案带来的行业重构效应。对投资者来说，天才法案的构建的合规壁垒是 Circle 长期增长的核心保障，也是判断其价值的重要锚点。Circle 的故事始于2013年的波士顿，连续创业者杰瑞米·阿雷尔带着对金融创新的野心创立 Circle。彼时公司的核心目标并非稳定币，而是瞄准传统 SHIFT 转账3到5天的效率痛点，计划以比特币为中间通道，打造美版支付宝，实现全球资金的快速转移。凭借阿雷尔在行业内的深厚声誉， Circle 成立即刻斩获了9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创下当时加密公司的融资纪录。投资者中不乏其前项目的老股东，这份信任更像是对创始人个人的认可。2015年是 Circle 发展的关键节点，公司成功拿下纽约州金融服务局颁发的首张数字货币许可证，成为美国少数持证经营的加密企业，同时完成与高盛 IDG 资本领头的5000万美元融资，而 IDG 的资本入局也为其后续的中国情缘埋下伏笔。2016年 Circle 正式拓展中国市场，不仅引入百度、光大、万象等中国资本，完成6000万美元的第一轮融资，还成立独立运营的视可中国，由 IDG 资本入驻企业家李彤担任 CEO， 万象集团肖峰担任董事，喊出通行于全世界的支付的口号。然而，由于国内支付业务对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硬性要求， Circle 在华业务始终难以推进。这场入华梦最终在2020年以视可中国注销画上句号。2016年后，比特币的分叉争议让阿莱尔逐渐失去信心，公司战略重心开始从支付转向更具盈利潜质的交易业务。2017年 Circle 推出机构级 OTC 服务 Circle Trade， 2018年更是在大股东 IDG 资本的主导下，以4亿美元收购加密交易所 Polonieus， 正式跻身交易所赛道。同年5月，比特大陆领头 1.1 亿美元融资 ，Circle 估值飙升至30亿美元。在资本的推动下，公司快速扩张为涵盖交易、支付、众筹、研究的多元化集团。表面风光无限，实则为后续的危机埋下隐患。2018年下半年，加密行业大熊市突如其来 ，Circle 的多元化布局瞬间成为沉重的负担。截至2019年，公司估值暴跌 75%， 核心资产 Polonieus 因美国监管压力接连下架15种代币，市场份额从合规交易所中的 60% 骤降至 1%。面对估值腰斩、核心业务受挫、高管流失的3重打击， Circle 启动断臂求生。2019年先后关停 Circle Pay 支付业务，暂停 Circle Research 项目，以亏损超 1.56 亿美元的代价出售 Polonieus， 随后又将 OTC 业务 Circle Trade 卖给了 Kraken。2020年，加密投资应用 Circle Invest 也被纳入出售清单。一系列的瘦身操作后，曾经的多元化集团仅剩下2018年7月推出的稳定币 USDC 这张王牌。SVB Bank has now failed. The FDIC takes over and has appointed a receiver. You're looking at the amount of deposits that are over the insurance limit, which is $250,000, is now undetermined. It is the first insured institution to fail so far this year. Again, SVB Bank has officially failed. 2023年硅谷银行事件成为 Circle 发展史上的一次关键压力测试。Circle 凭借其透明的储备披露机制和快速响应能力，在48小时内推动 USDC 的恢复锚定，未造成投资者的损失，反而因危机中展现的合规性与责任感，赢得更多市场信任。2025年6月5日 ，Circle 以 CRCL 为股票代码正式登陆纽交所，最高募资 8.96 亿美元。从曾经濒临倒下的多元化集团，成功升级为全球首家上市的主流稳定币发行商，
完成了这一场跨越10年的逆袭之路。Circle 靠什么赚钱？ Circle 的盈利模型本质是稳定币储备的利息生意，简单却高度集中。截至2025年 Q3 737亿美元的 USDC 流通量对应着等额的高流通性储备资产，其中 85% 通过贝莱德管理的 Circle Reserve Fund 配置于短期美债和隔夜逆回购协议， 15% 存放于纽约梅隆银行等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这些资产在当前高利率环境下产生的利息构成了 Circle 的核心收入。根据 Q3 的财报，单季度利息收入就达 7.1 亿美元，占总营收的 96%， 而追溯2024年全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99%。 16.7 亿美元的总营收中 16.61 亿都来自于储备收益。这种模式在利率上行周期堪称躺赚。2024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维持高位， USDC 储备资产的有效收益率达 3.6%， 440亿美元储备就贡献了16亿美元的营收。但繁荣的背后是甜蜜的依赖，一旦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将直接下滑。以2026年普遍预期的降息100个基点测算，若 USDC 流通量维持不变， Circle 的核心收入可能缩水 40% 以上。这种对宏观利率强敏感性是其盈利模型的最大隐忧。比收入集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利润被稀释的现实，这背后是 Circle 为拓展生态付出的高额渠道成本，其中最核心的付出是与 Coinbase 的收益分成。根据双方协议， Coinbase 不仅拿走其平台内 USDC 产生的100%利息，还参与其他场景下 50% 的储备收益分成。2024年 Circle 向 Coinbase 支付的分成费用达 9.08 亿美元，占当年储备收入的 56%。 这直接导致 Circle 在盈利增长 16% 的情况下，净利润反而同比下降 42%， 净利润从2023年的 18.45% 跌至 9.28%。不过渠道成本也存在结构性优化空间，与 Coinbase 的按比例分成不同， Circle 与币安合作采用一次性费用加阶梯奖励的模式，仅支付6025万美元就推动币安平台 USDC 供应量从10亿增长至40亿美元，单位获客成本不足 Coinbase 渠道的1/3。这种差异化渠道策略为 Circle 在规模扩张中控制成本提供了可能。此外，2024年高达 1.37 亿美元的一般行政支出中，有 60% 是用于全球牌照申请和合规团队扩张。这部分战略投入虽短期压缩利润，却为长期发展构建了合规壁垒。为摆脱利息依赖症， Circle 正全力开辟非储备收入的第二曲线，且已显现爆发迹象。这些新兴收入主要集中在3大场景：一是企业级服务，通过 Circle 卖为交易所机构提供 USDC 的大规模铸造与赎回服务，收取 0.1% 到 0.3% 的手续费。2025年 Q3 该收入达320万美元，同比增长 310%。二是跨链与技术服务，自研的 CCTP 跨链协议已支持23条公链的 USDC 的无缝转移，按跨链金额的 0.05% 收取费用。Q3 贡献收入280万美元。三是 RWA 代币化服务，通过与贝莱德合作推出代币化国债基金 USYC， 收取 0.25% 的年化管理费，目前管理规模已达12亿美元，带来稳定的订阅式收入。这些业务当前虽仅占总营收的 4%， 但增长动能惊人。2025年的 Q3 非储备收入同比暴涨502倍，公司已将全面非储备收入预期上调至9000万到1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些业务与 USDC 生态形成协同，企业服务推动 USDC 的流动增长，跨链协议提升生态粘性， RWA 服务吸引传统资金入场，最终反哺核心储备利息收入。从机构视角来看，非储备收入占比若能突破 10%， 将成为判断 Circle 从利息依赖者转向综合金融服务商的关键指标。要全面了解 Circle，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Coinbase。 Circle 与 Coinbase 的关系绝非简单的盟友或对手可以定义，
而是一场贯穿 USDC 生命周期的利益绑定与权力博弈。两者的合作根基始于2018年，当时加密货币市场缺乏合规稳定币， Circle 的技术能力和 Coinbase 的渠道优势形成完美互补，双方联合成立合资实体，各持 50% 投票权，共同发行 USDC， 开启了稳定币领域的双雄合作时代。2018年至2023年的平起平坐期，这种共生关系展现出了强大的协同效应。Coinbase 作为美国最大的合规加密交易所，为 USDC 提供了核心的交易场景和用户入口，其 1.2 亿用户基础、成熟的法币通道和监管背书，让 USDC 得以快速突破信任壁垒，在 USDT 垄断的市场中站稳脚跟。截至2023年上半年， Coinbase 平台上的 USDC 托管量已占总流通量的 18%， 成为 USDC 最核心的分销渠道。而 Circle 则凭借其技术实力承担起 USDC 的发行、智能合约维护和跨链协议开发，为 Coinbase 提供了稳定合规的底层资产支持。双方通过 Centre 实现发行、分销的闭环，推动 USDC 从零增长至2023年的400亿美元流通量。前面我们提到，硅谷银行事件让曾经的平等盟友开始走向利益博弈的新阶段。当时 USDC 因为33亿美元储备被锁定，遭遇脱锚危机。Circle 急需 Coinbase 的合规信用背书稳定市场，这一被动局面让 Coinbase 在协议重组中占绝对的主导权。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Circle 以 2.1 亿美元股票收购 Coinbase 持有 Centre 的全部 50% 股份，成为 USDC 唯一发行麻烦治理方。而 Coinbase 则获得了 Circle 约 4% 的股权，并签署了一份极度清闲的收益分成协议。这份协议成为当前双方博弈的核心焦点。这份为期3年的分成协议构筑了 Coinbase 的收益特权。根据协议，双方的收益分配分为3部分。第一，各自平台内的 USDC 储备利息100%归属自身。2025年 Q3， Coinbase 平台上的 USDC 占总流通量的 25%， 而 Circle 平台仅占 6%。这意味着 Coinbase 仅平台内的收益就远超 Circle。第二，第三方平台及 DeFi 生态中的平台外 USDC 收益，双方按55分成。这部分是 USDC 增长最快的领域，2025年占比达 69%。Coinbase 借此再次分走巨额收益。第三 ，Circle 若引入新的生态合作伙伴，比如 Binance， 必须获得 Coinbase 的书面批准，这让 Coinbase 实质掌握了 USDC 生态拓展控制权。收益分配的失衡直接体现在双方的财务数据上。2024年 Circle 的 USDC 储备利息总收益达 16.61 亿美元，但需向 Coinbase 支付 9.08 亿美元的分成费用，占比高达 54%。最终 Circle 净利润仅 1.56 亿美元，而 Coinbase 仅从 USDC 业务中就获利 9.08 亿美元，占当年净收入的 35%， 成为仅次于交易费的第二大收入来源。这种 Circle 辛苦破量 ，Coinbase 坐享其成的格局，让双方的利益分歧日益凸显。除了收益分配，业务重叠的加剧进一步激化了博弈。Coinbase 推出自有支付服务，与 Circle 的 CPN 支付网络在跨境结算场景直接竞争。Circle 则通过引入 Binance 作为生态伙伴，稀释 Coinbase 的渠道话语权。与此同时 ，Coinbase 的 Base 链与 Circle 的 ARC 链在吸引 DeFi 项目和 USDC 生态落地方面也形成了隐性竞争。双方都希望将 USDC 的流通场景锁定在自有生态内。短期来看，双方仍处于斗而不破的平衡态，核心原因在于稳定币市场竞争尚未结束 ，USDT 仍占据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合规稳定币的蛋糕还在扩大。Coinbase 的渠道和 Circle 的发行能力仍是对抗 USDT 的核心合力。2025年 Q3 正是依靠 Coinbase 的机构客户导流和 Circle 的合规背书 ，USDC 流通量同比增长 97%， 远超 USDT 的 12%。这种增量红利让双方暂时搁置分歧。此外 ，Coinbase 持有 Circle 约 4% 的股权，这种股权绑定也让双方在重大战略上保持协同。但长期来看，2026年8月分成协议的到期将成为关系分水岭的关键节点，双方的战略诉求存在根本冲突。Circle 的目标是降低渠道依赖，提升利润率。随着 USDC 合规优势的巩固和生态壁垒的形成，Circle 已具备直接对接机构客户的能力。
其引入 Binance 就是在测试多元化渠道的模式，未来大概率会要降低 Coinbase 的分成比例，尤其是平台外收益 50% 的分成这一核心条款。而 Coinbase 的核心诉求是完全掌握 USDC， 毕竟 USDC 是最稳定的基础设施收入来源。为避免收入归属的不确定性， Coinbase 极有可能通过增持股权甚至收购的方式强化对 Circle 的控制。正如业内普遍预测的，收购悬念仍在价格。无论最终是协议重签还是资本整合， Circle 与 Coinbase 的关系演变都将直接决定 USDC 的生态格局，进而影响 CRCL 与 Coin 两只股票的价值逻辑。这也是投资者必须盯紧的核心变量。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seen incredible epics of the internet. 作为 Circle 互联网金融平台战略核心双引擎， ARC 区块链与 CPN 支付网络形成底层公链加跨境支付的协同生态，既是传统金融与区块链融合的破局关键，更是其规模化变现的核心抓手。聚焦机构及稳定币的金融需求， ARC 以场景化定位构建差异化优势，三大核心技术突破行业的一个痛点，采取 USDC 作为原生 Gas 费的代币，实现 0.001 到 0.005 USDC 稳定费率，2秒内即时结算，终局性，满足金融监管安全要求，内置可选隐私功能，平衡透明性与隐私需求。作为触达实体经济的应用终端， CPN 打破 SWIFT 效率瓶颈，提供高效加合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核心产品 CPN Console 将机构接入周期缩短至1到2周， CPN Payouts 适配企业批量支付场景。技术上依托 CCTP 跨链协议与29家全球银行直连，实现多链资产统一结算与法币实时兑换。CPN 落地表现强劲，已覆盖8个核心市场，潜在合作管道500家。2025年11月上旬年化交易量达34亿美元。战略上构建机构客户护城河，推动 USDC 渗透入实体经济。2025年 Q3 贡献 12% 的流通量，收入端按 0.1% 到 0.3% 收取服务费，当前年化收入达340到1020万美元，未来有望突破1000万级。与 ARC 形成应用底层协同，形成正向循环生态。从估值模型来看，如果按2026年美联储降息100个 BP， USDC 流通量增速降至 60% 测算， Circle 的储备收入将降至约22亿美元，扣除 55% 的分成成本后，核心利润约 9.9 亿美元，叠加1个亿美元的非储备收入，全年净利润约 10.9 亿美元。若给予金融科技公司20倍 PE 估值，合理市值约为218亿美元，对应股价约65美元，与当年股价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市场已提前消化这部分风险，但仍未完全反映降息超预期或 USDC 增速放缓的情景。简言之 ，Circle 的安全边际已十分有限，后续股价走势将高度依赖 USDC 增速能否覆盖利率下滑，非储备收入能否超预期，成本能否有效控制这3大核心变量，任何一个变量不及预期都可能引发估值下修。而不同情景下的 Circle 股价也有不同的估值结果。下面这张表大家可以截图保存，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如果你是一名长期投资者和信仰者，倒是可以无视价格长期 DCA。毕竟对于真正的投资者而言 ，Circle 的价值并不在于短期股价的过山车，而在于能否看清稳定币行业的长期趋势。只有穿越利率周期和市场波动，才能把握数字金融时代的核心投资机遇。视频的结尾，我想到了刘洪林老师的集装箱理论。1956年，那个默默无闻的铁皮箱子，之所以能重塑全球贸易，核心不在于它是金属材质，而在于它创造了标准化的价值共识。无论装的是中国的丝绸、美国的小麦，还是德国的汽车零件，都能通过统一尺寸、统一接口、无缝对接港口、货车、货轮与仓库，将全球供应链的摩擦成本降到最低。今天的 Circle 与 USDC 正在数字金融领域重复这场标准化革命。这场革命不会一帆风顺，就像集装箱曾遭遇码头工人的抵制、传统货运公司的质疑， Circle 也面临着利率周期的冲击。
合规政策的摇摆、USDT 存量的霸权。但历史的规律从未改变，真正的基础设施终将在争议中成长，在波动中沉淀价值。我们终将明白，改变世界的往往不是最具想象力的那个发明，而是最不引人注意的那个标准。集装箱没有改变船的动力，但它改变了全世界运货的方式。集装箱并没有消灭港口，但让港口变得高效。稳定币也不会取代银行，但让拥有银行功能成为一个开源选项。稳定币没有重塑货币的本质，但它可以重塑清算、协作、金融覆盖的边界。未来的全球清算网络或许是由算法、智能合约与共识机制编制而成，而它的底层流通单位可能就是一个个代码定义的数字集装箱。它默默无闻，却撬动世界。回到我们最关切的问题 ，Circle 的合理估值究竟是60美元，还是160美元？答案或许不在投行的研报里，而在每个投资者对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判断中。如果你认为未来的跨境支付会告别传统支付的繁琐，认为传统资产会走进链上的世界，认为标准化的价值载体将重新定义金融规则，那么 Circle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